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国风系列时光锦预扣毛衣，本教程电子图解，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分为身体、底边、袖子、预扣和领子。先将身体、底边和袖子勾完，再缝合腋下，接着钩织预扣部分，最后钩织领子并缝合。这款产品分为大小2个尺码，不同尺码会单独说明。先来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锁针、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绕圈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引拔针、长针、长针剪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线材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指示图解。首先，对照图纸起对应数量的锁针。我小样这里起针数较少，对应针数起好后，挑第一个锁针，上方的1到2根线勾引拔针连接，注意锁针不要拧起来。稍微拉紧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第一圈，第3个锁针起立，起立针算作1针长针，后面没有特殊说明时，起立针都算作1针长针。再钩1个锁针，接着间隔1个锁针，在相邻锁针钩1针长针，调锁针上方的1到2根线钩织。钩的时候，将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藏好。继续再钩5个长针。钩好后，间隔3个锁针，在第4针上钩1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接着间隔2个锁针，再钩6个长针。
下面继续对照图纸，把这一圈勾完。最后的几针长针勾好后，再勾一个锁针，然后与起立针引拔，挑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方的1到2根线钩织，拉紧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长针针目上钩长针，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钩好后，在锁针洞里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完成后，继续挑针目钩织。钩好后，钩一个锁针，长针上钩一个长针，1个锁针。下面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，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个锁针钩好后，一条起立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后面往返钩织时，起立针钩好后，都需要翻面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钩织。钩好后，在锁针洞里钩织对应的针法。然后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与起立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后面钩织时还会遇到长针减针，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这一针的钩织。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再钩一个锁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减针。现在左侧2针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好后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减针就钩好了。下面继续对照图纸，把这一圈钩完。
完成后引拔。下面大家继续对照图纸把身体勾完，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了，大家自行将其勾好即可。勾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然后将线头在反面藏好，将第一圈正面作为衣服的正面。将线头顺着纹理藏好即可。这样身体就讲完了。身体勾好后，来学习底边的钩织，沿着身体起针位置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锁针、3针的钩牙拉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第一圈，将身体起针位置朝上，找到起立针位置，在身体第一圈起立针左侧锁针洞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左侧长针之间分别钩一个长针，收好线头。钩好后，在左侧锁针洞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左侧这4个长针同一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，接着在左侧锁针洞里钩2个长针，钩好后继续在长针之间分别钩一个长针，完成后在左侧2个锁针洞分别钩一个长针，下面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把第一圈钩完。这里的入针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，保证钩好后总针数是4的倍数即可。全部钩好后，与起立针引拔连接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在上一圈引拔针同一位置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注意这里不需要翻面。
接着沿着针目把这一圈勾完。勾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勾第三圈，先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位置勾一针长针，接着勾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先勾3个锁针，接着挑针目前方1根线和下方1根线勾一个引拔针，这样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就勾好了，后面简称狗牙拉针。接着间隔3针，在第4针上勾2个长针，一个锁针和2个长针，接着再勾一个狗牙拉针，勾好后，下面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把这一圈勾完。最后一个狗牙拉针勾好后，在开始位置再勾2个长针，和一个锁针，最后与起立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预留线头断线。将线头都顺着反面的纹理藏好即可，这样底边就勾好了。下面来学习袖子，袖子有相同的2个，都分为袖身和袖口。先钩织袖身，完成后沿着起针位置钩织袖口，方法和身体及底边类似。下面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对照图纸把袖子勾好即可，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玉扣部分，分为3个部分。先钩织第一部分，钩织前需要将袖子腋下和身体缝合好。第一部分完成后，再钩第2部分，然后再钩织第3部分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、3针并1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取出身体，找到有引拔痕迹的这一侧，将这一侧放到后方，然后取出袖子，也找到有引拔针痕迹的一侧，放到腋下，然后找到一组花样和边上这个长针，袖子也找到一组花样和一个长针，将袖子和身体正面相对。如果没有记号扣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将这2组花样卷针缝合，剪一根约40厘米的线穿入缝针，在反面固定好。
然后开始卷针缝合。起立针位置就调上方的1到2根线，针目就调靠近的半针穿入。锁针位置也调1到2根线，穿入缝合。这里大家也可以大致位置入针，只要缝合平整即可。完成后，在反面打结长线。这样一侧袖子就缝好了，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另一只袖子也缝好即可。小码另一个袖子间隔8组花样，在第9组缝合；大码间隔10组花样，在第11组花样缝合。注意袖子的起立针放在腋下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完。腋下缝合完成后，开始钩织。先来钩织第一部分，找到前片或者后片，大致中间这个长针，在这一针接线，然后开始绕圈钩织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。这里我继续用小样演示，先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。遇到腋下缝合位置时，在这2针上钩一个长针减针，然后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后面遇到腋下缝合位置时，都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一部分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各自尺码图纸，再钩对应圈数。注意这里也需要往返绕圈钩织。这样第一部分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部分，这一部分需要往返钩织。先来钩织第1行翻转织片，在左侧锁针洞里钩一个引拔针过渡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对照图纸钩织。钩到后片
搭至中间这个长针时，最后勾一个长针减针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接着在相邻一针钩一个长针，下面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这个锁针洞里前3个长针钩好后，最后钩一个长针，3针并1针。先在当前锁针洞里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在左侧2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。最后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长针3针并1针就完成了，第二行也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玉刻第二部分都钩好即可，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藏线，这样第二部分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玉刻第3部分，在第二部分第一行最后一针旁边的锁针洞接线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，方法和第二部分相同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钩好即可，这样第3部分也讲完了，玉刻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领子的钩织，分为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。先来学习第一部分的钩织，由花片1、花片2及钩边组成。先来学习花片1的钩织，有6个，钩织方法都相同，只是配色不同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中长针4针的枣形针、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和长针3针的枣形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双环起针，接着立2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3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1、2、3，接着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将起立针和3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看作是一个特殊的中长针4针的枣形针，接着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一个中长针4针的枣形针，先钩4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中长针4针的枣形针就钩好了，再钩3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3个锁针钩好后，收好线圈，然后与开始特殊的
长针4针的找寻针，引拔，拉紧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有线头的这一面是花片的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，将线头都在反面，长几针后剪断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二圈，在任意一个锁针洞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4个长针，钩好后拉大线圈，抽出钩针，将钩针穿入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1到2根线，再穿入放开的线圈，将线圈勾出，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将这一针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，接着钩2个锁针，然后在相邻锁针洞里钩一个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，先钩5个长针，拉大线圈，抽出钩针，穿入第1个长针针目，再穿入放开的线圈，将线圈勾出，再钩一个锁针固定，这样一个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就完成了。再钩2个锁针，继续在这个锁针洞里再钩一个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，下面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在开始的锁针洞里再钩一个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，再钩2个锁针，最后与开始特殊的长针5针爆米花针引拔，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在任意一个锁针洞接线，然后立4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长长针3针的找寻针，先钩3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锁针洞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2次。这是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再钩2个，
最后绕线一次穿过钩织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长针、3针的枣形针就完成了。再钩4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4个锁针，继续在这个锁针洞里再钩一个长长针、3针的枣形针，钩好后再钩4个锁针，在这个锁针洞里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钩4个锁针，然后间隔一个锁针洞，在相邻锁针洞里钩一个引拔针，往下对照图纸钩织，最后4个锁针钩好后，在开始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最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4圈，先在任意一个锁针洞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这个锁针洞里再钩4个长针，钩好后钩5个锁针，接着在相连锁针洞里钩6个长针，钩好后再钩5个锁针，然后对照图纸继续钩织。最后5个锁针钩好后，在开始的锁针洞里再钩一个长针，接着与起立针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这里不用断线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5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先沿着针目钩3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引拔针，这里的引拔针是椭圆形，不用拉紧。这一针在第3圈的长长针、3针的枣形针上钩织。钩好后，在左侧锁针洞钩3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
勾好后，继续在第3圈对应的造型针上钩一个引拔针。钩好后，间隔一个长针，在相邻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然后钩3个中长针，再钩一个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个引拔针钩好后，与起立针引拔连接。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这样一个花片一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剩余的花片一都钩好即可。花片一多钩好后，将3个花片为一组，缝合好。在中间一个花片靠近的2条边缝合。花片配色排布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排布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取出3个花片一，然后剪一截约50厘米，花片最后一圈同色线穿入缝针，一端打结。先在花片反面固定好线头，接着用卷针缝的方法，将这2条边缝好，也是挑靠近的半针缝合。从拐角的一个锁针开始缝，遇到引拔针时，挑靠近的2根线缝即可。缝好后，在另外一条边将另一个花片也缝好。缝好后，在反面打结长线。
这样一组花片一就缝好了，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组花片也缝好即可，这样花片一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花片二的钩织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钩织时两侧都需要与花片一连接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取出一组缝好的花片一，然后在左边一个花片拐角锁针洞接线，接着先钩对应数量的锁针，起好后取出另一组缝好的花片一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摆放与另一侧对称，然后从这个拐角钩引拔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一行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翻面，间隔一个锁针，再相邻一个锁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挑上方的1到2根线钩织，再钩一个锁针，间隔一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好后，在花片一拐角的锁针洞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翻面，然后在上一行锁针洞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继续在相邻锁针洞钩一个短针，继续把这一行钩完。上一行开始的锁针洞不要漏掉，最后也在花片一拐角的锁针洞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第二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三行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翻面，然后在锁针洞里钩短针，之间钩一个锁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在花片间隔一个长针，在相邻一个长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从反面穿入钩织，这样第三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继续对照图纸，把剩余行数钩完。注意，每一行结尾都要与花片一对应位置引拔，后面遇到调引拔针钩织，就调引拔针的辫子，入针钩织即可。
一个花片二勾好后，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花片二也勾好。勾织时两侧也分别需要与花片一进行连接。勾好后形成一个圈，这样花片二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钩边，沿着连接好的花片一和花片二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在中间花片一拐角锁针洞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空过左侧针目，不钩织。后面钩织时注意对到图纸，空过对应针目不钩。在相邻两针分别钩一个中长针。引拔针，位置不钩织，继续调针目钩，遇到起立针，调起立针上方的2根线钩织。到了花片拐角的锁针洞，在锁针洞里钩2个长针，接着调缝合位置，1到2根线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相邻花片锁针洞里钩2个长针，继续沿着花片的针目钩织，注意空过对应针目。钩好后，到了花片二位置，在左侧5个锁针洞里分别钩2个中长针。钩好后钩一个锁针，接着沿着图纸画线位置钩织。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可以先把后面5个锁针洞眼预留出来，然后找到这之间中心位置，将织片对折，接着将织片像这样对折，然后沿着对折位置钩织。先间隔1点钩2个中长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继续间隔1点钩2个中长针，和一个锁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4次。
钩好后间隔1点钩2个中长针，继续水平再钩2个中长针，一个锁针，钩好后另一侧大致对称钩织即可。钩好后，继续在花片2边缘剩余的5个锁针洞位置分别钩2个中长针，下面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继续沿着花片1位置钩织，钩织方法和前面相同，把这一圈钩完，后面遇到花片2位置钩织时，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钩织。钩好后，在开始的锁针洞里再钩2个长针和2个锁针，最后与起立针引拔连接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预留1点线头断线。线头可以在反面藏好，也可以后面钩织时收进去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先在上一圈起立针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沿着针目钩长针，到了花片2位置，先把这里最后一针前都钩好。钩好后，这一针长针挑最后这2个中长针统一入针位置钩织。钩好后，继续挑花片2剩余的每个锁针洞钩2个长针，钩好后，到了花片2另一侧，先在这2个中长针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针，然后继续沿着针目钩织。
下面大家继续对照图纸，把剩余部分勾完。遇到画片2时，都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即可。最后锁针洞里的针法钩好后，与请力针引拔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，第1部分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第2部分的钩织，也是分为花片1、花片2和钩边。花片1有相同的2个，花片2有相同的6个。先来钩织花片1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加针、短针减针和长针4针的枣形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双环起针，然后来钩织第1圈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起针的大洞里钩对应数量的长针，钩好后收好线圈。接着与起力针引拔，连接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起针的线头可以再长一点，剪断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先在上一圈起力针上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。接着在相邻2针分别钩一个短针，左侧1针不要漏掉。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与第1个短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，这里不断线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先钩4个锁针，接着间隔1针，在相邻1针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4个锁针，间隔1针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在上一圈第1个短针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
下面来勾第4圈，先在上一圈任意一个锁针洞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同一位置勾一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接着勾一个短针减针，先在当前锁针洞勾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在相邻锁针洞再勾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。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在这个锁针洞里勾一个中长针，4个长针，和一个中长针，接着勾一个短针减针，在当前锁针洞和相邻锁针洞钩织，勾好后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勾完。最后在开始的锁针洞里再勾一个中长针和2个长针，最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勾第5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引拔同一位置勾一个短针，接着左侧2个针目分别勾一个短针，接着在短针减针上勾一个引拔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勾完。勾好后与开始的短针引拔连接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勾第6行，从任意一个花瓣，第3个长针，从反面挑上方1到2根线接线，然后勾4个锁针，接着在相邻一组，同样挑第3个长针，反面的1到2根线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再勾4个锁针，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行勾完。
剩余一组不钩织。最后预留线头，断线长线即可，这样第6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7行，将花片的反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第6行最边缘的锁针洞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这个锁针洞里再钩3个长针，钩好后钩1个锁针，然后在相邻锁针洞继续对到图纸钩织，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锁针洞里的针法钩好后，第7行就完成了，这里不断线。下面来钩织第8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在相邻3个长针上分别钩1个长针为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这是一个特殊的长针4针的枣形针。接着取出第1部分，在第1部分钩边第1行花片2位置钩织了2个中长针，同一入针位置钩1个引拔针固定，完成后钩3个锁针，接着在相邻4个长针上钩1个长针4针的枣形针，先钩4个长针的为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4针的枣形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对到图纸，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长针4针的枣形针钩好后，也与第1部分对应位置钩引拔针固定，最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，这样第8行就完成了，花片1也就钩好了。接着剪一截第1部分花片2同色线，把第2部分花片1和第1部分花片2重叠的位置稍微缝几针固定，先在反面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出针缝合，多条表面的线圈缝合，大致缝几针固定即可。缝好后在反面藏好线头即可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
另一边花片一也勾好，勾到最后一行时也进行固定，勾好后也把对应位置缝几针固定，这样花片一就讲完了。下面来进行钩边和钩织花片二。先把钩边第一圈钩好，然后钩织花片二，最后再把钩边钩完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钩钩边第一圈，对照图纸，在对应位置接线。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对照图纸，沿着第一部分钩边的针目钩织。钩好后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先挑第二部分花片一最后一行开始藻形针，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可以像这样挑起这个固定的引拔针钩织，然后在左侧锁针洞里再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接着继续在锁针洞里钩3个长针，钩好后，藻形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然后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花片一另一侧也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先在最后这个锁针洞里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挑固定的引拔针，再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钩完，针目位置做挑针目钩织。花片一位置按照刚刚学习的方法钩织即可。钩好后引拔结束，预留线头断线长线。这样钩边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学习花片二的钩织，共6个，两侧各3个。这两侧的钩织方法相同，每一侧3个花片的前2行单独钩织，第3行需要连接起来钩织。下面我以任意一侧为例演示，先钩织最右侧这个花片二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、3针的藻形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挑钩边第一圈长针减针，右侧这个锁针洞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是一个特殊的长针、3针的藻形针，接着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长针、3针的藻形针，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
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的造型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个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钩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，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下面来钩第二行，在第一行锁针洞里分别钩3个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。先在这个锁针洞接线，开始钩一个特殊的长针3针的造型针。钩好后，与钩边第一圈第3针钩一个引拔针固定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继续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在第一行接线位置间隔6针，在第7针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这样第二行也钩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外2个花片2的前2行也钩好，都是在第一行对应位置接线钩织，并且与钩边第一圈对应位置固定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自行将其钩好。我这个是钩好后的小样。下面来钩第3行，在花片2每个锁针洞里钩2个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之间钩2个锁针，先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。同样，第一针先钩一个特殊的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钩好后，与钩边第一圈对应位置钩引拔针固定。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钩好后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与上一行引拔间隔3针，在第4针钩一个引拔，再钩一个锁针。下面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左侧2个花片2位置也钩好。
勾好后，与上一行引拔针间隔2针，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，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一侧花片2也勾好，方法都一样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这样第2部分花片2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钩边第2圈，先来接线，在最右侧这个花片2最后一行引拔针，右侧第2针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长针3针并引针，先在左侧长针上钩一个长针微完成针，然后挑起固定的引拔针，钩一个长针的微完成针，最后在锁针洞位置钩一个长针微完成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并引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在这个锁针洞里再钩一个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在花片2的锁针洞里钩织长针，把花片2位置钩完。到了2个花片的连接处，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在这2个锁针洞分别钩一个长针的微完成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接着继续在花片2的锁针洞里钩长针，把花片2钩完。到了花片的连接处，按照同样的方法钩长针减针，钩好后，花片2另一侧也钩一个长针3针并引针，先在当前锁针洞钩一个长针微完成针，固定的引拔针上钩一个长针的微完成针，最后在引拔针相邻一针钩一个长针微完成针，继续钩完。钩好后，继续沿着针目和锁针洞钩织，遇到花片2时，钩织方法和这里相同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连接，不断线，这样钩边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最后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沿着针目钩反短针，钩针逆时针穿入右侧针目，将线钩出，继续完成这一针。继续沿着针目钩反短针，把这一圈钩完。注意
后面钩织到长针3针并引针和长针减针位置时，跳过不钩，其余针目正常钩织。钩好后，预留约15厘米的线头断线，将线头穿入缝针，最后进行收针，穿入第一针大致1到2根线，再穿入最后一针，最后将线头在反面打结藏好即可。这样钩边最后一圈就讲完了，第二部分钩边也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第3部分的钩织，沿着第一部分另一侧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现在第一部分任意一个花片2最边缘的锁针洞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着沿着花片2的锁针洞钩短针，钩好后，到了花片1位置，在拐角的锁针洞里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沿着针目钩短针，引拔针不钩，又到了花片的拐角位置，钩一个中长针，接着到了花片的缝合位置，先在缝合位置钩一个长针的微完成针，然后挑相邻花片拐角锁针洞钩一个长针的微完成针，接着挑相邻缝合位置再钩一个长针的微完成针，把这一针钩完。后面遇到花片1缝合位置时，都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。后面继续沿着花片1和花片2钩织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结束，预留线头断线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继续对照图纸，把最后2圈也钩好，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。这样第3部分就讲完了，领子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将领子缝到预刻处。第2部分花片1在两侧作为领尖，
第一部分花片一放在前后片，中间花片一在中间位置。缝合前可以用胶扣先将它们找几个点，固定好。然后再开始缝合。缝合时都是调表面的线圈进行缝合。方法和第二部分花片一固定的方法类似。领尖这里固定时，多重叠一点。下面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，将它缝好即可。缝好后，也在反面将线头固定好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的制作方法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